这名正在赶路的黑哥惊奇地发现，眼前的路竟然被一群全副武装的军警阻挡。就在他不知所措之时，却突然看到一辆满载煤气罐的货车正朝着公路驶来。黑哥瞬间就有了想法，于是立马提起车头，快速朝人群冲去，用自己的底盘装甲来抵挡军警们射来的子弹。等到靠近货车之后，果断开枪。随后，在众人还没反应过来时，冲过关卡，潇洒的落地，朝着远处驶去。而这个硬核的黑哥名叫祖寇，曾是一名身经百战的杀手。他们的组织为打击政府部门的贪官和违法者而存在，而祖寇也不出意外的成了组织中的中流砥柱，惩恶扬善成了他唯一的信仰。直到这天，祖寇一如既往的按组织要求，成功猎杀了一名目标。但就在他准备离开之时，却发现目标的女儿正站在不远处。小女孩亲眼看到了自己杀死了她的父亲，这对祖寇的打击很大，于是他慌不择路的逃离了现场。随后更是向组织首领强尼提出了退出的决定。虽然强尼很是不解，但最终还是同意了祖寇的请求。金盆洗手的祖寇隐姓埋名，成为了一个修车工，并娶了一个名叫米娜的女孩。两人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。一晃过去了好多年，就在祖寇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之时，强尼却突然找上了门。他告诉祖寇，自己发现即将上任的总统正在搞一个巨大的阴谋，而这个阴谋一旦实现，将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。所以他希望祖寇能够出手，将这个阴谋扼杀在摇篮之中。但祖寇认为自己已经金盆洗手，所以直接拒绝了强尼的要求。而离开的强尼并不知道，此时南非的中央情报局已经盯上了他。对方通过强大的情报网络，已经知道了强尼准备对即将上任的总统下手的消息。新总统穆提马也给情报负责人黑姐下了最后的通牒，因为他绝不允许任何人阻挡自己当上总统，所以要求黑姐必须在自己上任前干掉强尼。金姐是个做事的人，所以她根本没法拒绝穆提马的要求。回去后的她继续通过各种手段监视强尼的一举一动，而跟踪的手下也很快传回了画面，因为他们发现强尼去了一家车行，见了一个从来没出现过的男人，而这人正是祖寇。但让黑姐一众没想到的是，正是这个第一次出现在他们视野中的男人，后来竟然给了他们毁灭性的打击。而强尼这次找祖寇的目的很简单，因为强尼已经知道自己得了很严重的癌症，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所以打算将自己手上掌握的穆提马的犯罪证据交给祖寇，希望他能完成自己的心愿。虽然祖寇一再强调自己不愿意再参与其中，但强尼还是给了他一串钥匙，并叮嘱他一定要回到组织发源地，在那里会有人将穆提马的犯罪证据交给他。说完直接离开了现场。祖寇有些无奈，他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。而刚刚离开的强尼也很快就发现了身后的追兵，于是他立马猛踩油门提高车速，打算凭借自己小车灵活的优势甩开对方。但让他意外的是，身后追兵的车技也是相当的了得，死死咬住他车的屁股，一点也没有松懈。眼见没法甩开对方，强尼只能继续提速朝前行驶，结果却意外驶入了一条还未完工的断头路。知道自己大势已去的强尼淡定地走下了车。两名探员为了拿到强尼手中穆提马的把柄，所以根本不敢开枪，只能乖乖放下武器。但强尼并没给对方活捉自己的机会，抬手用一颗子弹了却终生。强尼的死让情报局的所有人都有些震惊，但是为了能拿到证据，黑姐下令重新将目标放在了祖寇身上。此时的祖寇也下定了决心，他要帮强尼完成这最后的心愿。随后祖寇打电话给妻子米娜，说自己要离开一段时间，希望他能好好照顾自己和儿子。虽然米娜知道祖寇接下来要干什么，也知道这很有可能是一个没有回头路的决定，但她没法去阻止丈夫做正确的事，只能用眼泪来表达心中的不满。挂掉电话的祖寇回头看了妻子一眼，然后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征程。他用强尼留下的钥匙打开了机场的一处货柜，里面是强尼早就准备好的机票和行李。但就在祖寇来到登机口准备登机之时，身旁却来了两名壮汉，并强行将祖寇带离了机场。他们将祖寇按在墙上，想知道强尼死前到底给他说了什么。眼见祖寇一言不发，探员就打算先将祖寇带回去再说。结果下一秒，祖寇三下五除二，轻而易举的就收拾了两名探员。离开前拿走了一名探员身上的耳麦，这样有助于他随时知道对方援兵的位置。果不其然，很快机场就出现了大批全副武装的便衣。祖寇则在逃跑时顺手抢过一名游客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，并在便衣们反应过来之前，顺利坐进了机场的大巴车中，并成功逃了出去。现如今机场肯定是不能去了，所以祖寇直接返回到了自己工作的车行，看中了里面的一台机车，随后在夜色的掩护下，驾驶摩托车继续朝着目标地出发。而情报局的人在失去祖寇的踪迹之后，便将目标放在了祖寇妻子米娜的身上。他们认为米娜一定知道些什么，于是直接逮捕了她。情报局的黑姐对米娜展开了突击审讯，但让他们意外的是，尽管他们已经使用了所有的手段，但米娜却对丈夫的行踪和目的只字未提。即便他们用儿子来做要挟，米娜依旧啥也不说，这让负责人黑姐相当的无奈。而此时赶了一天路的祖寇也在夜幕降临之后停下来休息，并且用强尼留下的手机拨出了一个号码，但没想到接听电话之人竟然是情报局的伊曼，代号双子座。原来伊曼很早之前就被强尼安排进
进了情报局作为内线使用。随后，伊曼将强尼举枪自尽的消息告诉了祖寇，并将他妻子被抓的消息也说了出来。听到这个消息的祖寇很是激动，他没想到这群人竟然逼死了强尼，还会对自己的妻儿下手。气愤的他说着就要赶回来解救儿子，但伊曼却劝他要冷静，并表示自己一定会想办法将他的妻子救出来，让他静下心来完成强尼交代的任务。第二天一早，祖寇便继续驾驶车辆朝着目的地出发，在路过一个加油站时，却意外暴露了身份，因为女老板在刷手机时竟看到了祖寇的通缉令。于是等到祖寇离开之后，他立马打电话报了警，而此时的祖寇还不知道情况，一如既往的驾车朝目的地出发。而情报部门在接到消息之后，也立马派出人手封锁了祖寇的必经之路，直到距离封锁的路口不足1公里，祖寇终于看到了封锁路口的那群人，于是他便飞快地开始思考对策。但就在这时，他却注意到了不远处正驶向公路的气罐车，祖寇瞬间就有了想法，接着立马提起车头，快速朝人群冲去，用自己的底盘装甲来抵挡军警们射来的子弹。等到靠近罐车之后，果断开枪。随后，在众人还没反应过来时，冲过关卡，潇洒的落地朝着远处驶去，这让围堵他的这群军警非常愤怒，于是直接乘坐直升机朝着祖寇的方向就追了过去。同一时间，位于情报局总部，伊曼强行闯入了关押祖寇妻子的房间，准备将米娜救出去。可当两人冲到走廊时，却被封死的大门挡住了去路。伊曼迅速开枪干掉了追兵，随后跳到旁边的脚手架上，接着让米娜也跳过来。但米娜看着数十米高的脚手架，内心不由得惊慌起来。眼看身后的追兵一个接一个的出现，伊曼只能一边还击一边安慰米娜。最终，米娜还是鼓起勇气跳了出来。眼看米娜没有了生机，伊曼只能快速逃离现场。同时，另一边的直升机也已经追上了祖寇。武装人员对着祖寇的摩托就是一阵疯狂的火力扫射，密集的子弹不停地在祖寇摩托车周围炸开。祖寇知道不想出应对之策，自己今天很难脱身，于是他下定决心，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将2个轮胎的制动器锁死，强行将摩托车横在了马路上，接着立马掏出手枪，对着直升机一顿疯狂输出。子弹意外打中了直升机的引擎，这让队长非常的恼火，只能下令撤退。而祖寇也通过自己绝地逢生的操作顺利摆脱了危机，接着继续驾驶摩托车朝着目标地赶去。但刚刚行驶出去没多远，摩托车后面就冒出了黑烟，不久之后便熄了火。无奈的祖寇只能将车停到路边藏了起来。就在他想着通过什么途径继续赶往目标地之时，却突然注意到了头顶低空飞过的直升机，于是他立马跟着直升机离开的方向来到了山头。通过望远镜观察，竟然发现下面竟然是一处情报机构的直升机基地。随后祖寇趁着夜色的掩护摸了进去，迅速出手收拾掉了周围的守卫，但枪声还是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。就在队长寻找祖寇的同时，一把枪却抵在了他的头上。祖寇要挟队长扔掉了手中的武器，随后挟持队长带自己坐直升机离开。但就在即将上直升机的同时，队长抓住机会发动了反击。最终受了伤的祖寇还是坐上了直升机，驾驶员根本不敢有任何怠慢，只能驾驶飞机朝着祖寇要求的方向飞去，直到东边的天空泛起一阵亮光，直升机也终于到达了祖寇要求的目的地。眼前的这一片土地是他们组织的发源地，也是祖寇长大的地方。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开始一步步朝着最终的目的地进发，但就在看到族人的那一刻，祖寇的身体却不听话的倒了下去。几名族人将他带了回去，经过几天的休养之后，祖寇的身体恢复了七七八八。族长带着祖寇从地底下挖出了一个箱子，里面的东西正是强尼所说的可以扳倒穆提马的证据和一些资金。离开之前，族长再次回到了祖寇的身边，将那把让他战无不利的长矛交给了他。这是祖寇的本命武器，曾陪伴他征战四方，而他的出现肯定少不了腥风血雨。随后，祖寇驾车回到了城市，但很快他就收到了一个电话，是情报负责人黑姐打来的。他告诉祖寇，他的儿子在自己的手中，如果祖寇想要自己的儿子没事，那就交出手中掌握的证据。听到这里，祖寇瞬间慌了，但黑姐也绝对想不到，就是他刚刚的几句言语挑衅，竟然唤醒了一只凶狠的野兽。很快，通过中间人老白，祖寇顺利见到了伊曼也知道瞒不住了，于是将他妻子死去的消息说了出来。妻子死亡，儿子被抓，这是祖寇无法忍受的。对方已经触及到了自己的底线，而同时组织也已经查到了穆提马的藏身之处，于是祖寇直接就杀了过去。外围的守卫根本没反应过来，就被祖寇全部送去了西北，接着直接进入了穆提马的别墅，赶走了里面陪穆提马潇洒的女孩们。穆提马刚刚从卫生间走出来，就被祖寇一枪托打翻在地。祖寇用一瓶烈酒将昏迷的穆提马浇醒，接着用他的手机将电话打给了黑姐。He's here. Wow. Johnny's fucking errand boy. Bring me my son.
黑姐知道大事不妙，立马通知武装小队赶到了穆提玛的住处，但这些人对祖寇根本构不成威胁。祖寇借助夜色的掩护，将分散搜查的士兵们挨个送去了西北。随后便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了队长的面前。队长见状也没有乘人之危，而是放下了武器，摘掉了耳麦。这是两人第3次较量，必须得分出个胜负。说着，两人便战斗在一起。祖寇被对方一脚从平台上踢了下去，整个人被摔得七荤八素，而队长则从地上捡起了祖寇掉落的长矛，对着祖寇的身体就是一顿疯狂招呼。Tell your boy you put up a good fight. 听到对方说到儿子，祖寇全身充满了力量，迅速出手对着队长就是一顿重拳，一时间竟然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。彻底让队长爬不起来之后，祖寇从不远处摸过长矛，现如今他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将儿子救出来。Where's my son? 但就在这时，他却突然听到了儿子的声音，回头一看，此时黑姐正用一把手枪顶在儿子的头上。The spear! Drop it! It's just a boy. The files! Hand over the files! File's gonna print tomorrow. It's over! Go back, Amo. We say when it's over. Tubula. 穆提玛觉得自己又醒了，喋喋不休地教黑姐做事。黑姐终于忍无可忍，直接调转枪口，将自以为是的穆提玛送走，杀了即将上任的总统，自己也没了退路。最好的办法就是将知情的人全部杀掉。但就在他举枪准备干掉祖寇父子之时， You good? 原来是伊曼及时赶到，顺利帮祖寇父子解决了危机。但就在这时，队长却捡起了枪。No, God! God! Ah! 最终，祖寇阻止了伊曼，他们并没有干掉队长，这一切并不是他的错。几人相互搀扶着离开了现场。很快到了第二天，新闻媒体将穆提玛的犯罪证据全部公之于众。穆提玛虽死，但依旧被众人唾弃。而祖寇也带着儿子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，打算陪着儿子隐姓埋名，从此不再过问江湖之事，平平淡淡的过完后半生。此剧结。